近些年来，随着中国的不断崛起，美国及其盟友们明显加强了对中国的围堵，美军在我国周边海域的活动也越来越频繁。我们时常可以听到有美军击获军舰抵近侦察的消息。相信很多国人在这个时候脑海中都会有一些疑惑：解放军在干什么？为什么没有进行反击？实际上，有很多的交锋发生在我们看不见的地方。我们的解放军战士也会在敌军逼近时，第一时间发出警告或做出反击。最近，央视军事就披露了我军驱离外来敌机的现场喊话场景，从而引发舆论的广泛关注。据报道称，在去年5月下旬的某一天里，中国解放军南部战区空军航空兵某旅在刚刚进驻某一处沿海机场时，突然接到了上级发布的紧急命令，声称有外来敌机正抵近我国进行侦察，要求立即前往处置。随后，该旅飞行仪队大队长卢庚立即带领数架战机升空准备迎敌。据悉，在我军战机靠近敌方战机时，我军立刻喊话对方表明身份、国籍和飞行目的，并警告他们已经进入中国军机的活动空域，要求他们立即退出，否则后果自负。但是第一次警告以后，敌机并没有停止向我国逼近的动作，因此卢庚大队长马上通知僚机进行跟踪监视和摄像取证，同时自己驾驶战机到达有利的攻击位置，对敌机目标进行锁定，并摆出了攻击的姿态。最后敌机在看到形势不对的情况下，只能调转方向落荒而逃。事后根据卢庚大队长的回忆称，当时他们已经做好随时开火的准备，而且就在等枪响的那一刻，如果敌军敢做出任何危险动作，准备开干，那他们没有什么犹豫的，要干就干。从这里我们看到解放军血性的一面。要知道，所有的挑衅都是有备而来，而我们的解放军战士也做好了随时迎战的准备。值得一提的是，虽然报道里并未提到是哪一国的军机，但是从公开的内容和时间来判断，这所谓的敌机其实就是美军的侦察机。在如今中美关系紧张的局势下，解放军公开驱离外机的喊话场景，无疑是对美军的一种警告和威慑，在告诉他们，解放军是一支有血性、具有敢打敢拼和时刻准备战斗的队伍，任何对中国的挑衅行为都将受到解放军的严厉打击。同时，也是通过此举让更多的国人明白，解放军不是没有反击，而是在我们身后默默地守护国家安宁。这就是中国军人为英雄的解放军点赞。最近一段时间，中美关系持续紧张，美国为了更好地压制中国，开始疯狂地打出台海牌。在美国的鼓动下，日本、欧盟、澳大利亚等盟友先后发布联合声明，公开叫嚣要干涉中国内政，就台海问题对中国指手画脚。更让国人感到气愤的是，美国3名议员还在不久前乘坐军用运输机窜访台岛，这种行为无疑是在挑战中国大陆的底线。而在最近，有美国的高级官员在议论台海问题，还发表了一些狂妄自大的言论。据美国之音网站报道称，美国陆军上将参谋长联席会议主席马克·米利在近日国会的一个听证会上表示，尽管台海问题属于中国的核心利益，但是由于中国还需要进一步发展所需要的能力，因此他认为中国不太可能会在近期采取军事手段来解决台海问题。之后，米利又补充，中国正在朝着实现统一的方向发展军事力量，所以现在美军如果不对军事现代化领域增加投资，那么未来必将受到中国带来的严重威胁。很显然，这位美军上将妄称大陆未必武统的言论，并不是想给紧张的台海局势降温，而是他认为中国目前根本就不具备以武力实现统一的军事实力。同时，他又抓住机会渲染了中国威胁的言论，借此来向国会要钱，以加强美军的现代化建设。对此，有分析师认为，美上将这种举动不仅是对解放军实力的轻视，更是在藐视我国维护国家领土主权和捍卫祖国统一的决心。在这样的背景下，中国解放军突然亮出利剑，对美国发出了严厉警告。据央视新闻报道称，中国国产的新一代隐身战机歼20在近日正式列装人民空军多支英雄部队。对此，有专家指出，这一举动释放了3个强烈信号。第一，就是歼20同时列装多支部队，说明它已经成为了解放军空军的主力，而且还是一支实力强悍的空军力量。第二，就是歼20在列装部队的同时，解放军空军家族还亮出了其他战机，歼16和歼10的多型战机亮相，说明我空军战机基本实现了换代升级，大部分还是4代战机以上，这无疑成为维护国家安全的最大利器。第三，就是歼20在如今紧张的台海局势下大批量服役，这绝对是中国对美国的最好威慑，因为一架歼20的战斗力远超过普通的4代战机，而且台海地区也非常有利于歼20进行作战。因此我们想说，对于美军上将鼓吹中国大陆暂时不会武统的言论，无论是出于对解放军实力的轻视，还是为了其他什么目的，我军都在用实际行动证明，关于台海问题的一切，美国说的都不算。而歼20的大批服役，就是在告诉他们统一的时间以及使用何种手段进行统一，主动权都掌握在我们的手中。也许在美国加大挑衅的情况下，我军歼20降落台岛的那一天也在加速到来。
跟在美国身后的日本这段时间有多活跃，想来外界都有所了解。自拜登上台后，该国就仗着有美国撑腰，接连将枪口对准中国。日本不仅召集美国、澳大利亚等西方展开联合军事演习挑衅中国，甚至在台海问题上接连搞事情。可正当局势越来越紧张之际，日本却突然一改往日对中国的态度，声称不会对中国构筑包围网。据悉，日本首相菅义伟近日在记者会上被问及七国集团国家是否会一致对中国构筑反华包围圈时，该首相表示，我们不会对中国构筑什么包围网，还强调中国是日本最重要的邻国，继其公报前脚对中国泼脏水，后脚就对华改变了态度。菅义伟这番表态在外界看来非常微妙。菅义伟这话虽然很委婉，但是在当前的局势背景下，无异于是跟拜登翻脸。明眼人都能看得出来，其次表态的目的非常明确，就是在告诉包括美国在内的所有国家，日本对美国的印太战略没有丝毫兴趣。值得一提，此前拜登政府意图把日本、澳大利亚等国家绑上美国战车，以组建印太版北约来制衡中国。对此，日本也一直嚷嚷要加强美日同盟。前不久还特意前往华盛顿与美国进行会晤，谁知话音刚落，日本就给美国判死刑，对该国说不，难不成与 G7 峰会有关？据悉，在参加 G7 峰会期间，日本遭到了美国总统拜登以及英国女王伊丽莎白2世等人的冷落。会不会如国人猜测的那样，这让日本对美国很失望，所以才改变态度？顺着这个角度来看，日本确实可能因该事件对美国失望。不过在分析看来，这并不意味着日本对华问题上幡然醒悟。如果说此前一系列针对中国的行为是为了配合美国，以通过对华关系来建立政绩，转移国内民众不满焦点，那么现在该国也完全有可能用同样的方式拉近与中国的关系，缓和民众不满。再者，日本政府到现在为止都没有做出改善中日关系的积极举措，反而继续渲染中国威胁。日本防卫大臣岸信夫近日还在第8届东盟防长扩大会视频会议上就台海问题再次炒作。日本政府若是真希望缓和中日关系，需要用实际行动赢得中方的信任，而不是停留在反反复复的口号表态。我国不能高兴得太早，日本向来都是把自己视为亚洲老大，一直都无法接受中国在实力上超越日本。想日本突然改变对华的态度还没那么容易，该国很可能会继续在东海、黄海、南海以及台海对我国进行搅局，在这一点上，我军还是要有心理准备。尽管不久前这期峰会在英国举办，但是很明显，这个峰会的主角不是英国，而是美国。英国在这场本就走下坡路的集团中，充当着美国的一个跟随者。如果不是合法的关于香肠问题的争执，英国恐怕都不会受到国际社会的关注。这期峰会没能让英国从中讨到什么便宜，反倒还让英国和欧洲的关系越来越僵。其实自从英国脱欧后，英国和欧洲的关系就由原来的貌合神离变成了互相强生的状态了。英国只想在欧洲那边获利，并不想承担风险。法德之情还要忍耐英国在欧洲事务上的消极表现。英国脱欧后，法德没了联盟的束缚，怼起英国来那可是毫不客气。英国和欧洲关系闹得很僵，那就只能去想办法和另一个和英国很近的国家俄罗斯搞好关系，不然英国在地缘政治上会面临很大的压力。英国国防大臣华莱士在近日接受媒体采访时开出条件，声称如果莫斯科愿意停止针对英国和其他盟友的恶意行为，约翰逊愿意和莫斯科展开会谈。英国还做着大英帝国的美梦，放不下身段向俄罗斯示好，明明是求人家的话，却要说成是人家求他。华莱士还说，俄方必须得在行动上有实际表现，这样英国和俄罗斯的外交才有价值。对于华莱士的言论，俄国方面的回击漂亮，声称普京并没有和约翰逊会谈的意思，除非英国能向俄罗斯展示足够的诚意，莫斯科才会考虑会面是否有必要。据俄媒最新报道，俄罗斯议员直接称，英国在世界舞台上的地位早已大幅下降，因此只有在特殊情况下，俄才有可能与其举行国家首脑级别的对话。俄美峰会显然也是没有让英国满意，俄美发表了联合声明，英国对于美国暂时对俄妥协的态度是无权置喙的。在地缘政治问题上，英国已经被剥夺了发表意见的资格。英国当然也知道这一点，国际社会也知道这一点，但是英国还是想保住自己的面子，于是英国就效仿美国向俄罗斯示强。但是示强这种事，只有旗鼓相当的国家才能做，英国这么做，只能让人愈发觉得英国当真是没落了。俄罗斯对于和英国改善关系其实没有很大的需求，毕竟英国已经在国际社会上说不上话了，无论是经济还是军事实力都在走下坡路。举不举行俄英峰会，改不改善俄英关系，对俄罗斯意义都不大。俄议员打脸英国也就打了，反正英国如今也不是什么重要国家了，只是英国恐怕要难受了。其他国家怎么都会给个面子，让英国有台阶下，偏偏就是俄罗斯接下英国的遮羞布，也是英国活该求和，还要向别人放狠话，这不是找骂吗？